高温末世来临，水成了稀缺资源，我3天喝一次水却被哥哥指责浪费，他把我关在门外，说要让我好好反思，而我妈收养的养女却可以每天洗澡洗头，被他们捧在手心。我在高温下脱水，濒死下绑定了万人嫌空间，他们对我的厌恶值越高，我的空间升级的越快。我望着空间里那条细细流淌的小溪，转身踹开了家门。热，太热了。滚烫的空气仿佛在我眼前扭曲，将近45度的高温让我的身体迅速脱水。我抿了抿唇，连口水都没有，只有2片干燥的嘴唇上下摩擦。我感觉我快死了，我往里挪了挪，试图躲过刺眼的眼光。可是太阳高高挂起，让我所在的位置没有一片阴影供我躲藏。哥哥，外面这么热，要不还是让小姨姐姐进来吧。苏洛娇娇怯怯的声音从门内响起，让人听了很有保护欲。我哥顾觉皱眉，让她进来干嘛？这次必须得给她一个教训。如今气温一天比一天高，水是越来越难找了。他不想着节俭少喝点水也就算了，他居然偷喝了你要洗头发的水。苏洛细声细气地说，也不怪姐姐，她也不是故意的。说着，她突然啜泣起来。我不怪姐姐，我只是没了洗头发的水会变得脏脏的，小姨姐姐可能是太渴了。顾觉冷哼，她渴什么？让她去外面看看，可死的人街上都放不下了，她3天能喝一次水还不知足。我妈声音温和，没关系的，洛洛故意比你大，都不知道让着你，是我没教好她。我昏昏沉沉的，嘴角勾起一道讽刺的弧度，光听他俩说话，还以为我喝了多少水呢。今年来，夏天一直延续到了11月份，空气一直在40度以上居高不下，水成了稀缺资源，短短2个月热死，可死的人不在少数。顾家其实并不缺水，在高温之前，我的一个黑客朋友 K 早早的就提醒我，让我多存一些水。K 不是一个无的放矢的人，我提前把别墅里的备用水箱全都储满了，这才让已经停水了1个月的顾家不缺水。可没想到，水是我存的，他们居然不让我用，只允许我3天喝1杯水。而苏洛每天用着我存的水洗澡洗头，干净的像个洋娃娃。我眼里的绝望一点点蔓延开来，我举起手腕，用牙齿抵在血管处，狠狠一咬，身体的缺水让血液都浓稠起来，血腥味没过我的口齿。缺水太久的我，凭借本能的往下吞咽着。苏洛不是我的亲生妹妹，而是我妈收养的养女。苏洛是我妈初恋情人的女儿，那男人一死，苏洛成了孤儿，我妈一哭3上吊的要把苏洛带回家。我爸和我哥一开始只是勉强同意，可是苏洛回家后，柔弱又可怜的模样引起了家里所有人的怜惜，而我这个亲生女儿却被他们一家3口遗忘脑后。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和爸妈他们一样接纳了苏洛，我就会变成他们最爱的女儿，或者是苏洛真的很可怜，所以大家才会更偏心苏洛一点。他们也还是很爱我的。直到高温来临，我才看清了现实。我曾经奢求的、丢弃尊严的、摇尾乞怜都想要求来的亲情，苏洛招招手就可以得到，而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却用本应该属于我的东西去讨好苏洛。血腥味让我头晕目眩，在生命力的飞速流逝中，我突然清醒了。什么爱不爱的，我只想活着，好好活着，比任何人都幸福的活着。在濒临死亡的瞬间，突然一个冰冷的电子音在我大脑深处响起，监测到宿主符合万人嫌系统绑定条件，请问宿主是否同意绑定？我甩甩脑袋，试图清醒一点。我该不会是精神分裂了吧？缺爱的副作用居然是分裂出一个万人嫌系统。下一秒，我置身于一个空间之中，面前有一条1掌宽的小溪在流淌，我也顾不得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我连滚带爬的跑过去，一头扎在了水里，几乎要把这条小溪喝干。等我恢复了理智，我才发现这个空间温度清凉，体感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和外面接近50度高温的世界相比，简直是天堂。我看着手腕上还在发疼的伤口，意识到这一切都不是幻觉。而那道冰冷的机械音继续说道，监测到该星球因为环境恶劣，即将进入高温模式，开启自救程序，万人嫌系统应运而生，宿主是否确认绑定？我迅速理解了这个系统的意思，原来今年的温度一直居高不下，是因为进入了高温末世，而我只要绑定了这个系统，这个空间就属于我了。我疑问，这条小溪一直只有这么点吗？还有这个空间完全属于我了吗？别人可以进入吗？系统解释道，空间目前只有20平方，水资源较少，宿主每日在空间中的停留时间会有限制，只有等你的厌恶值达到100%的时候，空间才会完全解锁，到时候你可以完全掌控空间，甚至可以带别的人进入空间，让空间成为第2个地球。我怔住了，下一秒我的眼睛一亮，所以我只要让厌恶值达到100，这里就属于我了。小溪会变成河流，我可以一直待在空间里。是的，宿主。我又问，我需要让谁对我的厌恶值达到100%？系统机械地说道，您的父母和哥哥。在这一瞬间，什么亲情、偏爱都被我甩出了脑袋。早说还有这种好事啊！我包能达到厌恶值100%的。遥想苏洛刚到我家的时候，我妈就表现出来明显的偏心。我从小努力学习考第1，希望妈妈看见我，可是我妈却冷漠地看我一眼，责怪我：你不知道洛洛只是刚刚及格吗？你都不考虑洛洛的感受吗？故意，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自私的女儿？年幼的我把眼泪强忍在眼眶里。下一次考试的时候，为了讨好我妈，我故意只考了30名，每一门都刚刚及格。我拿着成绩单，小心翼翼地坐在妈妈身边，抬起头期待地看着我妈。妈妈，我这次只考了30名。我以为妈妈会夸我懂事听话，没想到我妈轻飘飘地说，果然废物一个，比不过洛洛。洛洛这次进步很大呢，居然考了班里的27名。妈妈带你去庆祝好不好呀，洛洛？徒留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做什么都不讨人喜欢，但是现在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我真的感谢我做什么都不讨人喜欢。空间里那条可怜的小溪被我喝得干干净净，下一秒一股挤压感把我从空间里推了出去，我重新出现在炙热的高温中。我转身一脚踹上大门，
原本别墅的门就没关，苏洛留了一条缝隙。他们在里面聊天，都是故意说给我听的。见我踹开门进去，我爸的眉头一拧，故意，你要造反啊你！苏洛则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躲在了顾觉的怀里。我妈慈爱地拍了拍苏洛的后背，别说，他们4个人倒是像极了一家4口，尤其是他们4个人身上都干干净净的。苏洛每天都洗澡洗头，而我爸妈和顾觉也是2、3天都会洗一次澡。而我呢，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酸臭味。站在客厅的时候，顾觉皱起了眉头，臭死了，故意，你不觉得自己恶心吗？我冷笑，我恶心？你们用我存的水洗澡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恶心呢？我以前也是傻 X， 顾觉不让我洗澡洗头，我就乖乖听话。他说现在天气温度高，让我节约用水，我也乖乖听话，3天喝1次水。这次也是实在忍不住了，顾觉让我给苏洛倒水洗头，我实在没忍住，才喝了一口。结果苏洛哭着扑倒顾觉怀里，抽泣地说道：“哥哥，小姨姐姐喝了我的水。”顾觉不耐又厌恶地把我赶到门外，让我反省一下。顾觉高高在上地说：“你没反省好，就一直在外面待着吧，外面的温度可是接近50度。”他根本没想让我活着，可恨我以前眼盲心瞎，居然像一只狗一样顺从着被他们玩弄。我语气平静，我反省好了。我妈手里拿着一个小风扇吹着，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个是我房间里的，我唯一的降温工具。在我被赶出家门反省的这几个小时里，迅速到了我妈手上。我妈见我看过去，脸色一僵，恼羞成怒：“你是我生的，我用你东西怎么了？看你这个小家子气的样，要是洛洛是我生的就好了。”我妈摇了摇我爸的手，50岁的人了还学小姑娘撒娇。老公，你说是不是？我爸颇有威严的点头。洛洛是更乖巧听话一点。我忍不住出声讽刺：“那倒是，你给情敌养10几年女儿，苏洛要是你生的，估计和我过得差不多。爸，你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吗？喜欢帮人养女儿？你以为我妈是喜欢苏洛吗？”我看着我爸越来越黑的脸色，畅快地说：“我妈喜欢的是苏洛他爸，我妈早死的白月光。你还傻乐呢？你这头发，我看干脆染成绿的算了。”我爸的脸色也和绿的差不多了，他恼怒地看向我。与此同时，脑海中的系统提示：厌恶直加时，苹果树苗正在解锁，空间升级中。我的话一顿，看了一眼空间，发现空间里那条巴掌大的小溪变宽了许多，连空间也变大了很多，空地上了多了几株苹果树苗。我愉悦的眯眯眼，就连我爸砸过来的烟灰缸也不介意了。顾觉声音拔高，怒斥我：“故意，这就是你反省出的东西？”苏洛楚楚可怜的拱火：“爸爸，哥哥，你们别怪小姨姐姐，是我的问题，我不该活着，我这就去死。”说着，他从桌子上拿过一把水果刀。我妈尖叫着抢过，怨毒地看着我，一副恨不得把手里的刀捅向我的模样。早知道你是这种东西，你出生的时候我就把你掐死了。苏洛躲在我妈身后，脸上的表情堪称愉悦。我看向他，苏洛也许是心理变态，也许是没有安全感，一定要把我踩在脚下。他从小打到大，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抢走我的爱，然后挑拨我在爸妈和顾觉的关系。这次我却没有像以前那样伤心，表情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苏洛看着我的表情，从愉悦突然变得不爽起来。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怎么能不难过呢？我突然笑出声，我何止不难过，我现在简直开心的要命。我畅快地说道：“我当然反省好了。”我一步步走到我妈面前：“你不是想捅死我？”我的手放在我妈握手的刀上：“来呀，你捅死我！”我妈的手抖得厉害，突然她侧头，恶心地吐了出来：“滚开！你臭死了！”我顺从地往后退了退，把我妈握刀的手一根根掰开，把刀抢了过来。他们4个人被我不要命的样子有些吓住了，也许是我逆来顺受的样子，让顾觉根本不把我的反抗放在心上，所以我很轻松的就把苏洛拽了过来。我甚至没有给顾觉反应的机会，我拿着刀直接把苏洛的头发割掉了。苏洛原本一头飘逸柔顺的黑发，现在只剩下短短的一截，让他脸上可怜的表情显得有些滑稽。苏洛看着散落一地的头发，突然崩溃了。故意，在他的怒吼声中，我听到了耳边厌恶值加50的系统提示声。苏洛也不在乎自己在顾家人眼中的形象了，他转过身就要打我。我迅速的一躲，原本对苏洛又羡慕又嫉妒的感情转眼化作了喜悦之情。我妈心疼的把苏洛拉到身后，她像是再也忍耐不了了，断绝关系。故意，你从这家里滚出去！我扬起脑袋，凭什么我滚？我目露讽刺，想我走？行啊，把你们这些天用的水都吐出来。我顿了顿，折成现金也行。我妈脸上闪过一丝温怒，你跟我要钱？行啊，你先把我养大你的钱还给我。以前我妈一说这种话，总能刺痛我，让我愧疚又痛苦。可现在我只是冷静地说，行，你们跟我算钱是吗？那我们就算。现在在外面，1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都被炒上了天价，网上最新的成交价是10W 1瓶。咱们家里的储水池里有2吨水，算一算，你们应该给我4亿吧。而我从小到大，他们给我花了200万都算多了。自从苏洛到了我们家之后，我妈就把给我准备的教育基金和我爸给的生活费全都花在了苏洛身上。顾家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也并不缺钱，可却让我活得还不如学校里领贫困补助的同学。听到我说的数字，我爸妈脸色大变。故意，你可真是会狮子大开口。你要是真的缺钱，你就去卖身，跟爸妈要钱算什么？真没想到你是这种自私的人。这是顾觉说的，我眼里满是冷意。要不是我储的水，你们能活得这么逍遥自在？吃个水果都要洗3遍，而我的水你们却不让我用，到底是谁自私？我看向我妈，当初我把蓄水池存满的时候，你看见水费单时候，可是狠狠打了我2个巴掌。我语气有些阴阳怪气，你给苏洛买一个包都够我存10几个水箱了，而你却因为我存了水，居然骂我败家女。我模仿那天我妈骂我的语气，你个废物，整天杞人忧天，在家穷折腾什么？
以为你爸妈的钱来得很容易吗？把你赶出去，你就知道父母的辛苦了。我像是想起了什么，语气真诚地问。对了，那天我还把水费转给你了，对吧，我亲爱的妈妈？准确的来说，家里的这2吨水应该是属于我的，而你们现在用了我的水，对我一句感谢都没有，还在这么热的天把我赶出去，天底下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听见我这么讲，我爸妈和顾觉知道我说的是对的，可是却根本不在乎我在讲什么，反正我没办法反抗他们。顾觉强词夺理道：顾意，你是不是疯了？你看你身上穿的，每天用的，那样花的不是家里的钱，你好意思问我们要水的钱？再说了，你当初放的水也是家里的水，就算你把水费给了妈，但是你的钱不都是爸妈给你的，你好意思问我们要钱？我妈原本还有些心虚的表情顿时变得理直气壮起来。就是我就算不给你一口水喝，你又能怎么样？顾意，我告诉你，我还给你口水喝，你就知足吧。他搂着苏洛，你别总是整天想和洛洛比，洛洛多可怜啊，小小年纪就没了父母，你不知道让他就算了，从小就欺负他，现在还剪他的头发。他们似乎笃定我不会离开这个家。我爸妈惯会打一棒子给我一颗甜枣，再反复拉扯间，让我过得痛苦又舍不得离开。我爸叹了口气，妥协道：小易啊，也是爸爸考虑不周，不知道我们小易也爱干净。这样吧，爸爸做主，明天让你痛痛快快洗个澡，好不好？小易是个大度的女孩子，就别和洛洛计较了，你也知道洛洛娇气。我望着背上了锁的通向蓄水池的地下室，垂下的眼里神色复杂难辨，厌恶值几乎是无时无刻的在上涨。除了我刚刚出声讽刺我爸和剪了苏洛的头发得到的2笔较大的厌恶值，其他时间厌恶值非常有节奏感的，以每分钟1次的频率加1着。没有系统的存在，我真的不知道我原来如此的招人讨厌。我抽空看了一眼短短半小时内变得超大的空间，眼里的脆弱立马消失得一干二净。每个人的厌恶值满值是100，4个人加起来就是400。要想完全解锁空间，我就不能现在离开。我大概估算了一下，照他们4个这样的用水量，不出1周水就用完了。他们估计在做着天气马上就转凉下雨的美梦，丝毫没有想过退路。只有我知道高温末世已经来临了。他们不是施舍我一口水，都像是对我天大的恩情一样吗？既然没人在乎我的死活，那我干嘛还要告诉他们高温不会停止呢？我要让这群偏心的家人捧着他们心爱的养女，在无知中把救命的水全都用完，然后在高温末世中绝望着苟活。我倒要看看，当活着都成了一道难题的时候，他们到底还会不会疼爱苏洛？如果他们依旧如往日一样对待苏洛，那我只能称赞一声人间有大爱了。但我最希望看到他们几个人为了一口水在末世里自相残杀，才能一解我的心头之恨。我抬头看了看我爸虚伪的笑，我妈警惕的目光，我哥厌恶的表情和苏洛得意的脸，一瞬间心中的恨意疯长。他们看我就像是一条永远不会反抗的小狗。我露出一个隐忍的表情。好的。我转身回房，听到身后我妈鄙夷的声音，还以为多有能耐，闹这么一顿不过就是想要个洗澡水。苏洛不开心地说：妈，小易姐姐明天洗澡要用好多水啊，那我明天还能洗澡吗？我妈拿出银行卡给苏洛，明天让哥哥带你去买新裙子好不好？就让顾一洗这次澡，他身上那个酸臭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下水道反味儿了。苏洛扭头，我不要，外面热死了，谁要出去啊？顾觉打开手机看天气预报，突然语气轻快地说：下周气温就降了。我的脚步一顿，然后3步并2步地回了卧室，拿出我的手机，发现有一条来自 K 的消息：气温失常已经无法控制，下周政府会集中转移民众向北方去，水资源非常重要，到时候需要用水换名额，8升水1个座位。刚刚顾觉说天气预报说下周气温会变得正常，我嘴角勾起一抹笑，看来全球高温已经无法逆转，所以天气预报准备掩耳盗铃了。我回复 K： 谢谢你的消息。 K 似乎在守着回我消息。没事，之前你储存的水还够吗？到时候会有军方人员在市中心集中转移人员，水不够的会被放弃。 K 是我从小认识的网友，那时候苏洛被我妈接回家，我骤然间失去了母爱，又失去了疼爱我的哥哥和父亲。年幼的我在网上发帖，怎么样才可以让爸爸妈妈喜欢我？ K 回复了我的帖子，他的语气高傲，要什么爸爸妈妈，你应该独立一点。可惜我以前从来不听 K 的，我总是试图去讨好我妈，我模仿苏洛的穿搭，模仿她的姿态，最后只得到一句看见你的做作样子，我觉得恶心。 K 也想到了我以前在家里做舔狗的丰功伟绩，他又补充了一句，你别管他们了，还有你那个养女妹妹。我心里满是暖意，我知道了，谢谢你，我不会再管他们了。我不光不管他们了，我还煽风点火，怂恿他们多用水。我爸说给我水洗澡，可是最后顾觉只抠抠搜搜的给了我2盆水，洗头发都不够的。我安静的看着顾觉和顾觉手里少的可怜的水，顾觉被我看的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他恼羞成怒的说道：都给你水了，你还想怎么样？我声音不轻不重，你觉得这盆水够我洗澡吗？苏洛洗澡也只用这么一点水吗？顾觉的眼尾向下，显然是厌烦到了极致。顾意，你从小和洛洛比这个比那个，有完没完？洛洛年纪小，多用点水怎么了？换做以前的我就诺诺道歉了，可这次我却没再忍气吞声，我再次向顾觉确认，你觉得我只用这么点水就能洗干净是吗？确定不再多给我一点？顾觉搂着洛洛转身就走，就这么点，爱洗不洗？他一副打发乞丐的样子，我望着他们2个的背影，然后蹲下身，认认真真的用这2盆水洗了头发，洗了脸，擦了身子。原本干干净净的水变成了黑绿色。我已经快1个月没有洗过澡了，每天温度又高，我衣服也是脏的衣服换另一件脏的，水脏成这样也不足为奇。我端着第1盆散发着酸臭的水走到苏洛的房门前，直接打开了，里面的一幕却让我瞳孔微缩。
苏洛居然在和顾觉接吻，怪不得顾觉那么偏袒苏洛，原来是这种见不得人的心思。我冷笑，不过也好，省得我分开找他们2个人了，装的兄妹情深一样，谁知道背后是这种龌龊关系。原来我是他们2个 play 中的一环。我呸，留着你们恶心巴拉的爱，去末世里做一对苦命鸳鸯去吧。苏洛惊慌地回头看我，然后小声呜咽地往顾觉怀里躲。顾觉皱眉，故意。我没等他说完话，我抬起手里的一盆水，直接往他们脸上泼。嗷嗷！顾觉和苏洛的尖叫声中，我精准地把水朝他们2个的嘴里泼去。他们2个一边尖叫一边呕吐。我反手又从门后拖出另一盆水，把苏洛干净整洁的房间泼了个爽。50度的高温，水一泼上去，没几分钟就干净了。只是床单变得潮湿中带着一股热气，整个房间都散发着酸臭味，包括站在房间中央的顾觉和苏洛，2个人像2只酸鸡一样，面目扭曲地站在房间中央。我看着他们气到升天，又忍不住想吐，都来不及骂人的样子，畅快地大笑起来。耳边是厌恶值满点的声音，苏洛厌恶值100点，顾觉厌恶值100点。空间的泉水以及面积全部开放，顾觉的脸都绿了。故意，你疯了？我笑眯眯地说，对呀，我疯了，早就被你们一家人逼疯了。我还想让你更喜欢我一点，就像你对苏洛那样对我。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你对苏洛哪里是兄妹之情？苏洛脑袋都快塞你嘴里了。呵呵，我真不知道我以前会为你区别对待而感到内耗。我把还有些黑水的盆随手一扔，拍拍手。原来是这样，我祝你们百年好合好吧。你们2个现在也算是臭味相投了，不用谢我。苏洛跪在地上狂呕，顾觉眼光发红，气得眼睛都从他脸上凸出来了，原本俊朗清秀的脸变得像是恶鬼一样。我哐叽一个合上门，顾觉一脑门磕到了门上。门后顾觉震怒的声音响起，故意。我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开始收拾行李。关上门的时候，我还特意反锁了，任由顾觉在外面疯狂砸门，我也巍然不动。没一会儿，我听到顾觉抬了水去给苏洛收拾房间，苏洛娇气的声音响起，妈妈，小姨姐姐拿洗澡水泼我和哥哥，好恶心啊！洛洛今天要洗3次澡。我妈犹豫了一下，可是咱们家的水不多了。苏洛跺脚撒娇，妈妈，洛洛要洗澡。我妈看着苏洛那张和他初恋像了80%的脸，心下一软，哎，洗吧洗吧，妈妈去给你抬水。苏洛这才眉开眼笑的。一下午，苏洛洗了足足5遍澡，才换上了自己干净崭新的裙子。而顾觉用了大量的水把苏洛的房间仔细打扫干净，自己也去洗了1遍澡。我一头扎进了自己的空间里，空间无边无际，几乎有整个海市那么大。原本的小溪变成了环绕着空间的河流，河水像是永不会枯竭一般汹涌着流淌。而几栋小屋伫立在空间中央。我现在在空间里并没有时间限制，但是不能带人进入空间。我有预感，只要我解锁了爸妈的厌恶值满点，到时候我的空间可以成为人类最后的避难所。奇怪的是，我的内心毫无波澜。在这一刻，我发现原来生命比爱更重要。我和顾家的关系就像是畸形的共生关系。顾家生下我，好像只是为了让我勤勤恳恳地为他们付出。小的时候，我妈总说，你让洛洛，他还小。末日来了，我妈又说，你的不就是大家的？你自私什么？我不被爱，不被期待，没有自己的人生。直到被系统绑定，我才从被家人嫌恶的痛苦之中挣脱出来，发现被讨厌也没什么不好的。被讨厌就能幸福地活着，怎么想都是我赚了。我走到那几棵已经结果的苹果树下，踮起脚摘了个苹果，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天气太热，使用天然气或者电磁炉都有着火爆炸的可能性。为了安全，全国早已经断了天然气。这几天我都吃的是干巴巴都灵气面包，而我爸妈他们吃的却是喷香的泡面和水果，馋得我要命。如今吃到了新鲜的水果，我感觉自己从身体到灵魂都得到了治愈。吃完后，我用清凉的河水洗了把脸，这才从空间出来。一出来就听到我爸妈在吵架。我爸不耐烦地说道，为什么家里就这么一点水了？我还想洗个澡的。我妈语气高昂，你别浪费水了，顾觉不是说了吗？过几天天气就恢复正常温度了，到时候就有水了，你坚持1个星期不洗澡不行吗？我爸声音有些冷。苏洛今天洗了5次澡，老子洗1次澡还要你管？你们几个都享受，让老子受苦，你活得不耐烦了，我妈不耐发了。故意不也没洗澡，你这人怎么这么计较？在面对水资源的分配上，我妈彻底惹怒了。其实我爸并不是一个无私的人，过去他和我妈一样偏袒苏洛，不过是觉得反正2个女儿疼谁不一样。他心里最看重的是他亲生的儿子顾觉。我爸并不介意委屈我，只不过是偏爱一点苏洛，就可以换来我妈对他的殷勤备至，他觉得很划算。可如今我妈的行为侵犯到了他的利益，他毫不客气地打了我妈一巴掌。我妈难以置信地哭喊道，你打我，顾长安，你敢打我？离婚！我爸怒火几乎要冲破房子。婚就离婚，家里的钱全是我赚的，我还给你养了别的男人的女儿，我早就受够你了。我慢悠悠地打开门，站在楼上看这里楼下这一场狗咬狗的闹剧。在利益面前，什么爱都是绿假的。我看着我妈低下了她高贵的头颅，我给你去倒水，别说离婚这种话了。于是家里最后的水在今晚被消耗殆尽。接下来几天，他们几个人把储水池最后一点水都喝完了，再也找不到水，而温度已经飙升到了60度。他们4个人都有气无力地瘫在客厅里，我像是隐形人一样在暗处观察着他们。我妈有气无力地哑着声音问顾觉，儿子，不是说再有几天气温就正常了吗？这么还是这么热呀？顾觉摇头，他有些心疼地看着蔫了的苏洛。不知道啊，妈，可能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吧，咱们再坚持坚持。苏洛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好几天没见小姨姐姐了，她不渴吗？苏洛充满暗示地说。
既然他都提前知道了消息，把咱们家的储水池储存满了水，小姨姐姐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存满了水？一听这话，其他3个人充满希望的站起来，气势汹汹的到我的房间。一打开门，刚好撞见要出门的我。看见我妈理直气壮地说：“故意，你把你藏的水交出来吧。”我荒谬地看向她，我哪里还有水呢？苏洛小声说：“姐姐，你既然给家里储了水，那你肯定还有别的地方也藏了水，大家都是一家人，你别这么自私啊。”我望着我爸和顾觉认同的声音，嘴角扯了扯：“没有，我没水。”顾觉冲动地说道：“不可能，你已经5天没喝水了，你怎要到现在还不渴？”我抬了抬眼皮，讽刺地举起我的手腕，上面有我被他们关在门外时自己咬破的伤口，如今伤口红肿，显得更可怕了。我喝的自己的血，你们要是渴了，也可以自己试试。我爸妈看着我手上的伤口，一时沉默了。也许他们仅存的良心让他们说不说更多，他们只是点点头。顾觉说后天气温就正常了，你再坚持坚持吧。我平静地看着他们离开，坚持，你们再坚持吧。他们缺水太多，忽略了红润的嘴唇。我一直在空间里待着，饿了就吃苹果，渴了就喝水。我爸和我妈的厌恶值没有刷满，不过我并不担心，我还留了一手大的，等3天后。果然，他们没有等到天气降温，而是等到了官方的通知。各位居民请注意，人类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海狮在高温天气中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即将向北方迁移。如果各位想和军方一起转移，请在次日早晨8点带着8升水前往市中心的大巴停靠处，剩下居民可以自行前往北方。目前根据专家预测的宜居城市为哈市、H 市、X 市3个城市。这条消息一出，我爸妈、顾觉和苏洛都傻了。8升水一个人，他们哪里来的水？不早就用光了吗？我爸狂躁的把家里都砸了，他眼睛通红的看着我妈和苏洛。我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神经病？你和苏洛这2个败家娘们就把水用光了，那可是2吨水，但凡你们少洗一次澡，明天我们都能坐上转移的大巴车。我妈痛哭流涕，可是因为缺水，一滴眼泪都没流出来，只是干嚎道：“我们怎么知道？你要逼死我们吗？”苏洛怯生生的拱火。可是爸爸，水是姐姐存的，又不是你的，姐姐都没生气，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我爸一脚踹到了苏洛的心窝。闭嘴，你这个杂种！他面容扭曲。老子花钱把你这个杂种养这么大，你居然还忤逆我，你就应该和你的贱人爹一起死了！你把我们一家人都害惨了！顾觉连忙护在了苏洛身前。爸，你怎么这样对洛洛？你不是以前还夸洛洛最乖了吗？我爸眯起眼，在苏洛和顾觉2个人身上打转嗤笑。我生了个你这么个懦弱儿子，老子真是倒了8辈子霉。顾觉咽了咽口水。爸，情绪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我们主要是要找到水，才能上转移的大巴车呀！不跟着军方的人一起走，我们迟早会渴死的。我爸看着顾觉，像是一头愠怒的狼。你说怎么解决？顾觉看了一眼手机，看着我爸妈，然后说道：“隔壁陈家，他们有水，他们兄弟缺一个女人。”他语气残忍。反正我们不会带走顾意，不如把顾意送给陈家人，换些水回来。也许顾意命好，能跟着陈家一起转移，我们也算对得起顾意了。我站在阴影里，恨意在心里翻涌，这算是什么对得起我？把我送给别的男人当玩物，也幸亏顾觉想得出来。我爸还在犹豫，我妈就连忙点头答应了。我同意，反正顾意是我生的，现在他把命去换水，让我们活下来也是应该的。我被我妈恶心的几乎要吐出来。我空间里的水早就够他们一家人都上车了，可我不会给他们一滴水。我在心里打定主意，然后在房间里收拾了所有能用的东西，都放在了空间里。趁着半夜找到了隔壁陈家，跟他们做了个交易。我给他们10升水，让他们不要答应顾觉的任何条件。陈家兄弟看着我单枪匹马的来，眼里有些兴致勃勃。你胆子这么大？我冷静地说。我在军方有人，你们敢碰我，你们就完了。我说的是真的。早在军方到的第一时间，我就联系上 K， 我知道 K 是军方的人。我告诉 K， 我有一个可以作为避难所的空间，如果我死了，全人类就完蛋了。只有我活着，空间才存在，到时候可以容纳至少8万人在空间里。K 早就联系了他的上级，然后派出了一支队伍保护我。现在军方的人就在外面。我说道。这10升水，除了这个，你们还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陈家兄弟谨慎地问我。什么？我笑眯眯地说，如果顾家的人求到你们身上，你们给他们点水，别让他们死了。我知道你们不跟军方的人一起走。陈家是浑黑的，自己手上有武器有水，还有武力值，不跟军方的人一起走更自由。陈家兄弟看着我，点了点头。我知道他们不是看在这10升水的份上答应我的，而是看在我身后军方的面子上答应我的。我走出陈家，一个穿着军装的女人看着我，她剃着寸头，眉目张扬。顾意，没错 ，K 是个女人。我冲她打招呼，她侧身露出了身后一个中年男人。他是……我有些惊讶，中年男人和蔼地冲我笑。请问我可以去你的空间看看吗？我歉意地说。得等明天了，因为我还有一些条件没解锁。男人有些讶异，不过还是理解的点了点头。他身后几个看起来像研究员一样的人有些不耐。他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K 皱眉。顾意从不骗人，你们别老操心，我用我的性命为顾意担保。我有些感动。K 不在的扭头，别这么肉麻的看着我。我哭笑不得点头。好吧。夜过得很快，天很快就亮了。我打开门，发现顾家人和苏洛坐在客厅里，顾觉烦躁不安的表情，看见我的时候瞬间松了一口气。你去哪儿了？我面无表情地问。怎么了？顾觉说道。政府的通知你听到了吧？我点头。有话直说。顾觉直截了当地说。你去给陈家换水回来，让我们上车。我似笑非笑。凭什么？我妈直接说道。凭我生了你。我耸肩。早在你们把我储存的水用完的时候，我们的亲情就到此结束了。我妈恼怒。你不去也得去，别逼着我们用强。我突然从门外拎出一桶水。你们是想要水？他们4个人的眼睛瞬间亮了。苏洛大声说道。
爸妈，我就说小姨姐姐藏了水，我挑眉，可我就8升水，你们谁上车呢？他们4个人顿住了。我爸直接说，给我吧，小姨，爸爸养你这么大，你是时候回报给爸爸了。我妈却不依不挠，孩子是我怀胎10月受苦生的，凭什么给你？你给我，到时候我和洛洛可以挤一个座位。顾觉和苏洛都没出声，他们深知自己得罪惨了我，可是他们2个也并不慌张，显然是做好了准备，就算我不拿出水了，他们也会拿我去陈家换水。我看着我爸妈，那就在你们2个人之间选吧。我慢悠悠地说道，爸妈，你们知道的，你们从小就偏心，我受了不少委屈，你们谁解开了我的心结，我就把水给谁，好不好？我爸第一瞬间反应过来，他反手就给了我妈一巴掌。贱人，都怪你把苏洛带回来，让他欺负我们小易。我妈也不甘示弱的用指甲挠上我爸的脸。你也没少欺负，2个人拼尽全力在我面前互殴着，但是女人的力气天生没有男人大。我爸很快掐着我妈的脖子，把她摁在了地上。我爸讨好的扭头看我，小易，你消气了没有？我赞叹的拍拍手，消气了。我爸和我妈看着我手里的水，眼里满是贪婪。我笑眯眯的拧开盖子，然后在他们2个人惊恐的眼睛里，把水哗啦啦的倒在了地上。我一踹瓶子，瓶子滚到了他们2个面前，瓶子里还有一些雨水，我爸迅速抢了过来，喝了个干净。我平静地宣布，这水我就是倒了，也不会给你们所有人。我爸妈被我玩弄了，脸上浮现起恼怒和恨意。与此同时，系统宣布，厌恶值400点，空间所有功能对宿主开放，请宿主带领幸存者努力度过天灾末世。一瞬间，我的空间已然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基地，房屋林立，农田溪流，鸡鸭牛羊全部都有，足够8万人自给自足的生活了。顾觉拿起手机联系陈家兄弟，脸上狞笑一闪而过，就往我这里扑过来，把枪从我身后出现，指着顾觉 ，K 神情冷漠，你敢动顾意一下，我就用你的性命给他赔罪。顾觉僵硬着脸，慢慢后退。一队军方人员出现在外面。顾小姐，我们可以走了。我看着满脸震惊迷茫的4个人，我终于痛快地笑了。我现在是军方保护人员。对了，我可以带你们一起转移。看着我爸妈眼里重燃起了希望，我突然觉得他们真的没脑子，就像过去的我一样。我挥挥手，但是我就是不会带你们走。我毫不留念地转身离开这个禁锢了我整个少女时代的别墅。到了市中心，我被带到了最前面的车上。我直接把研究人员和那位中年男人以及 K 带入了我的空间。中年男人看着温度适宜的空间，几乎要落下泪来。好，真的是太好了，人类不会灭亡。我平静地说，这是蓝星的自救，所以我会帮助你们收留最后的幸存者，但是这个空间只能容纳8万人，筛选就交给你们了。另外，研究员可以先行居住在空间里。那几个原本并不信任我的研究员激动得要命，真的吗？我微笑。当然。我跟着他们一路到了专家预言里仅存的人类生活的3个城市。其他国家政府早已经放弃了普通百姓，建立的幸存者基地只让高官与贵族进入。可是华国的官方并没有放弃普通民众，他们在3个还算适宜人类生活的城市下挖了地洞，让无法进入空间的人生活。而那些对国家有重大贡献，在某方面天赋优异的人以及小孩全都带进了空间。空间容量有限，官方已经尽力做了最好的安排。在地下城市即将封闭前，我在城市门口看见了顾觉和苏洛，而我爸妈早已经不见了踪影，也许是死在了半路。也不知道我爸看中的儿子顾觉和我妈偏爱的养女苏洛有没有为了让他们活下来努力过。我想大概是没有的，因为我在顾觉附近看见了陈家兄弟，他们冲我笑了笑，然后告诉我，我们按照你所说的，在顾家人快要渴死的时候会分他们一些水，只够他们不死，但是却不会太舒服。在路上我看见苏洛太渴了，他挑唆顾觉把顾家的夫妻给绑了起来，渴了就喝他们的血，直到半路顾家夫妻失血而死。苏洛和顾觉没有水源，又想到另外的办法。至于什么办法，不用陈家兄弟说，我就已经看明白了。顾觉和苏洛的皮肤干燥，浑身散发着恶臭，有气无力地躲在街边的阴影处。一向爱干净的苏洛早已经不介意自己的形象了，他带着肚子，四肢极瘦，呼吸微弱，而自诩爱他的顾觉神情不耐，只要有男人拿着水过来，就把苏洛推了出去，然后自己拼命地把那少得可怜的水喝完。我冷漠地从他们身边路过，顾觉和苏洛看到我，挣扎着动了动，张嘴喊我妹妹，我却没回头，自然有警卫员拦住了他们。那个对亲情还有期待的小易，早已经死在了高温中。公元2025年，人类进入高温时代，8万人进入空间躲避，剩下的人被安置在了3个幸存基地的地下。人类曾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终究自食恶果，只能日复一日地期盼地球恢复正常。没有人知道这场灾难还要持续多久。全文完。